那是蜀锦的重中之重。你身为赵家家主、益州锦王，你居然用如此重要的东西与他交换。于我而言，有更重要的人要保护。杨居里，于家法于律法，你都罪不可恕。啊！先家法处置，再送官府。 哎，三郎媳妇，你说我不算我都已经招了，别打我呀！啊！哎，别打！别打！是人不冤，是杨家的主子啊！谁走？ 不心疼自己吗？玉，我会让他们都付出代价的。 二爷的事，我已经知晓了，也按照杨家家规做了决断。将其逐出杨家族谱，送交官府处置。除了勾结外人毒害于我。 他还交代了是如何拉拢宗亲，中饱私囊。但是莹莹劝我说，这不是宗亲们的错，是杨二爷利用家规蛊惑大家。 茵茵，你把你跟我说过的话，跟大家再说一遍吧。是。立规矩，是为了让人行有法，坐有度。杨家100年之前立下的家规，确实让杨家兴旺。可是100年过去，有些规矩已经不适用了。 它反而会成为阻碍杨家发展的陈疴旧疾。
茵茵认为，今日与其跟大家追责论罪，不如釜底抽薪，改革新规。大家觉得呢？是问责，还是革新？革新，自然是革新好，革新。好，那就革新。我大病初愈，改革一事心有余而力不足，故请茵茵担任杨家主事，协助大郎改革杨家陈规，以整杨家家风。大家可有意见？我等但凭夫人做主。茵茵，今日起，杨家唯你任主事，整顿家风，改革行商制度，一顺杨家生意者，你要谨慎行事，以杨家兴衰为己任，莫要负了杨家众人之期望。茵茵谨遵夫人教诲。这是杨家生意宴席，你说好？是。见过季主事。
为什么我什么都没有？他与你不同，他为人真诚，做事光明磊落。成王败寇罢了。若今日成事的是我，故事将会为我而写。牛五娘年少不幸，忍辱负重，计谋无双，果断决绝，终成大业。说是与我阿娘谦和单纯，但真热闹，从来都与她无关。我阿娘心死了，便不愿再清醒过来。可我不懂，我心死了，你们便一同与我陪葬吧。你要干什么？夫君，我们便是在此签下婚契的。你口口声声说要对我好，可是你的心里只有季莺莺。是她不肯嫁给你，你为何要来折磨我、囚禁我？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我的心里只有你啊！你我二人已走到这般田地，你还演这出戏，有什么意义呢？哎！曹修元谋杀牛五娘，已被牛家卫囚禁。赵家如今仅靠赵老太爷勉强维持局面。但用自己的命拖人下水，也是他牛五娘子能做出来的事。你的意思是，赵修元是被冤枉的？他在这个时候杀牛五娘，对他没有任何好处。他为何要这样做？而且还坐在大庭广众之下。我只是想不明白，这牛五娘子是为了什么，会如此决绝？想不明白就别想了。你与他不是一样的人，自然也想不明白他的心思。三郎的事，我已经去信，让我娘家帮忙斡旋。阿爷和二弟来信说，除了斡旋订单，也会在长安尽可能找人为三郎求情的。如今朝中只说此事是疑案，要抓三郎问询，并非是定了罪。多谢夫人，多谢大郎君。现在都是我们自己人，你还要叫我夫人吗？难道你真的肯与三郎就此和离？阿佳，现在职工流失的数量越来越多，若再这么下去，对我们益州景业都会有极大的影响。我想亲自去趟绵州，知己知彼，方能对症下药。不行，现在这种境况，你不能出门，你就好好待在益州城。绵州，大郎去吧。是，我定会查清楚。那有劳阿兄了。哎，大郎，
其他人也就罢了，但是陈李两位大师傅，就按他们的要求先请回来吧。咱们从吐蕃接了很多订单，眼下正是用人的时候。是。季术士，门外有人教我把这个交给你。季娘子自己想要的东西，还是自己拿吧。季娘子要的东西，还是自己去拿的好。啊，走。哎。 是何人来的信？是陈三郎说时节到了，如果要染曙红丝，该去采染料了。哎，你俩走慢点。别，哎，你怎么出？这不是英英的衣服吗？哎，怎么那个时候突然喊我们上山采染料啊？是啊，因为英英要见一个人，一个可能有危险的人。英英怕有人抓到那个人，更怕有人抓到自己威胁那个人，所以她请我们来，帮她一个忙，让我们来调狐狸山。调狐狸山？调哪个？ 比哪个？哦，你好，没想到居然有一天是你来捂我的嘴哦。英英之所以把这件事情告诉我们，是因为信任我们。哎，不是如此，我觉得若有人问，就说国舅爷在此赏玩；若打扰了国舅爷的雅兴，国舅爷肯定不客气了。你确定这样说，你阿爷不会打人？他以前会打我，现在不会了。 他相信我，他相信我做的一切，他相信我知道什么时候该用上这个身份。那咱就走，采染料去。等一下，我们先商量一个对策。一会儿啊，我一半的人。此山是我开，哎，此树是我栽。哎，若想过此路，那爷就打断他的腿。 你这一点也不押韵呢，没有气势哎！不押韵吗？打断腿给他打歪，哎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比哪个？比哪个？腿给他打歪。另一边的人悄悄地前行，越是这样，越能引起他们的怀疑。 人和我。
杨静兰人呢？您所料不错，杨静兰故意出现在一州城，就是为了引开咱们在一州城的人手。她走之后，她的那个江湖朋友就出现在警官府附近，想来才是真正拿了东西走的。我问的是他人呢？咱们的人还在追。那他那朋友呢？也在追拿，但他们的逃亡路线已在咱们的掌控之中，他们逃不掉的。我牛瑾杀伐半生，怎么就养了你们这么群废物？3日之内，我要么见到东西，要么见到人头。牛瑾欺瞒节帅，秘密与南诏勾结，走私共劫，先后同南诏清平关、南诏白王盛丰泽暗通款曲，桩桩罪证，皆在此中。请节帅明察。鸳鸯，鸳鸯，阿兄，怎么样？绵州警方可有问题？绵州警方已经人去楼空了。我得先去见一个人。
我今日过来是因为赵家是织锦大户，赵家的工匠也是我益州锦业的一份子，事关整个锦业生死，唇亡齿寒，一损俱损。你曾是飞花会会长，现是杨家主事，余家同盟。如果赵家再助你一臂之力的话，锦业3大家族都会跟你并肩作战。即便没有我这个锦王，这日后的益州锦业也会为你所掌控。你打算何时召集他们？越快越好，最好明日。好，我赵家一定到。我替益州锦户多谢赵家主。既然不能陪着你前行，那就送你上青云吧。这样至少我一抬头就能看见你。把祖父叫来，有要事商议。刘将军说过，关于锦业，还是由我做主。有多少工匠抵达南诏了？已经抵达南诏的有408人，还在路上的有125人，有宁死不屈者13人，避免他们自戕尚未启程。按照王爷的标准，1等工匠有75人，其余的都为2等工匠。其实也够了。杨静兰和6部的人正在四处打探你的消息，不如早日返程吧。今日刘瑾又拒绝了跟你合作。他会同意的，不着急。先借他这个宝地养养伤吧。诸位掌柜，张刺史正在追查已经丢失的工匠，可如今城中还是有工匠不断失踪。官府人手不够，他顾及不过来，所以此事还需我们各家互助，共度难关。你既然当这个头，把我们呼唤过来，想来你心里有主意了是吧？我是建议近些时日，将职工都聚集在一起，聚集在各家的锦房之中，不得外出。张刺史也答应会为各家分派兵丁把守。将职工聚集在一起，还有官府的保护，那歹人便不敢轻举妄动了。这倒是个好主意呀。但是买卖怎么办呢？收丝、购料、买卖、货运，这毕竟要有人出去才行啊。于掌柜说的是，除此之外，严禁职工外出，那岂不是说我们还要负责他们的吃喝拉撒？这需要钱呢。关于采买，我是想由各家挑选人手，组成一支统一的队伍，在官府的保护下进行采买和售卖。至于为此事花费的钱，我的确没有办法解决。但我们织锦可以为了丝线花钱，为了纹样花钱，为何不能为了人花一些钱呢？有了工匠，才能有真正的蜀锦啊！如今我们危难关头，唯有携手并进，齐心协力，方能度过此关。
我杨家将以身作则。我余家愿听季娘子安排。赵家愿听季娘子安排。哦。赵老太爷，其他恩怨暂且不算，在这件事上，我赵家愿和诸位是一条心。我等愿听季娘子安排。多谢诸位掌柜。刘老薛将军，抱歉，是我来晚了。不，你来的正是时候。诸葛，你要不跟我们走吧？警官府不能没有人，说好了的，活的你管，死的我管。行吧，那你跟我平平安安的啊。你还要留着命去长安考状元，到时候我和高兄还指望着你这个诸葛状元来关照我们呢。你要是真获了罪，我的人生就有了污点，这个状元就当不成了。懂了，我一定会清清白白的回来，要平平安安的回来。知道了，还是这么啰嗦。薛将军，走吧，走，出发，走了。这，乾隆南定。这个故事或许可以这么编：杨静兰刺杀白王，南诏震怒，劫掠益州城，讨要一个说法；而牛将军呢，驰援益州，打败了南诏的进攻，保护了百姓，还劝说南诏跟大唐之间交好。你说这么大一个功勋啊，还有谁会质疑将军啊？就算是节度使，他也不会。至于将军之前犯下的那些小过错嘛，也就不值一提了。白王的意思是让我的兵扮成南诏兵，然后自己打自己。本王只不过是一个闲散王爷，没有什么兵马，所以还是希望牛将军可以自给自足，自力更生。你到底想要什么？我真的看不出这两根丝有什么区别。我也看不出哎。那一起对比看，现在能看清楚了吗？哎，这束好像颜色更浅淡些。蜀锦是千丝万缕织成的，每一根线颜色差了一点，整副锦便会差了1倍。你们先从这一把看，再一根一根往外拿，直到你们的眼睛能够适应，即便是2根对比也能看出差别。那你们就会知道用什么样的颜色能事半功倍，锦上添花了。这不是那些锦户要学的吗？若我们能帮他们做好这一步呢？如今我们飞花会不仅有朱颜橐，还有蜀红丝，还有各家的特色丝线。但是想要再上一层楼，我们不能只染丝，也不能只卖丝。啊？哎，那还卖啥子？只要买我们的丝，肯额外付钱，我们就可以为他们的锦样挑丝配色。关键现在没人买咱们的丝，你拉我咋子？他早晚都知道。哎呀，赵修元的贡锦搭配呢，跟杨家不是一样雨露均沾的，他只分给与他投诚的锦户们，那一副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的样子。那别人知道你得罪他了，根本就不敢来我们飞花会买丝了。那外面好多人还说你得罪了牛副都督，那旁的人就更不敢来了。我的确是得罪了牛锦，你们如果……哎，如果什么呀？那我们都上了贼船了，还让我们马上下去啊？哇！我跟旁人说，
我跟季莹莹毫无关系，老死不相往来，那谁信呢？对啊，就是。而且现在只是益州的警部不买我们的丝嘛，大不了我们去找其他人买噻。你们听说没得？最近几天藩市来了一个大富商，有钱的很，对，买过锦1掷千金呢。1掷千金？不止如此，他把所有想卖给他的锦都放在府门口展示，让众人品评。阿娘，阿娘，我都好了，不必喝了吧？益气补血的。益气补血。啊，阿娘苦。阿娘一个不够。哎，洋洋，你阿娘怎么了？我惹她生气了，现在除了喝药吃饭，一概不理我。哎呀，这天下当阿娘的，果然都一样厉害。还有谁？我阿娘啊。这样我舒服多了。平儿怎么还没来？嗨，他又被他娘拉去相亲了。啊？他又去相亲了？不行，爷是他的英雄，也得去救他。我是不会出这儿会的。你给我站住！他爹已经就是个伙计，成天找我那惹事儿。你看你现在都变成什么样子了你？再加入繁华会这些，你什么时候这么离经叛道过？我跟你说，你要再这样下去，就真嫁不出去了。嫁不出去就不嫁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别说我啊！不，你别生气，拉着我！不，别，你先走，你先走！不，别生气，别生气，不，你放心，我去哄他啊！放心，不啊！平儿，你阿娘是不是又逼你相亲了？老师长，能不能让我一个人待会儿？平儿。别的郎君没有演过，不代表天下郎君都没有演过。我就喜欢你现在这样子。求你了，别说了。平儿，你放心，你阿娘再逼你相亲，你就说也愿意娶你。闭嘴！只要你娶了，我这辈子都不嫁人，我不嫁人。你不嫁就不嫁，你别哭啊！你不知道，你什么都不知道，你别跟着我了。我也想知道，你也不告诉我。小娘，你怎么来了？又跟你阿娘吵架了？离家出走，我再也不回家了。可是我也不知道要去哪。哟，别哭，没关系，那你就住我家。我阿娘可喜欢你了，再巴不得你天天住我家里。我是说，我不知道以后要去哪。我明白。你别着急，先走着呗，走着，说不定就知道了。哎呀，我现在就带你走。正面。他已经欠我第3壶酒了啊！哎，莹莹，咱们这是要去哪儿？藩市来了一位奇人，我们去看看。藩市，我阿娘说藩市鱼龙混杂，全都是坏人。你阿娘还说我是坏人呢，我是吗？你凡事不能光靠听说，得亲眼看看。再说了，我们阿玉在呢，不怕啊。哎呀，希望今天能够顺顺利利的，在天黑之前赶回家。你说那个奇人是不是姓白？大张旗鼓，1掷千金。你都听说了？能满大街撒钱的，要不就是脑子有问题，要不就是背后有图谋。图谋嘛，必然是有的。利用众人估价，得到蜀锦真实价格，接近实价买锦，而且在短时间之内就打开了自己的名声。好厉害啊！好狡诈，好机会。御史，各种珍稀的御史。
州城的景户大多都不敢买飞花会的丝了，我只好来这儿碰碰运气。那位白郎君敢如此大手笔的花钱，说不准胆子也够大。你这可是与虎谋皮，总好过如履薄冰啊。漂亮漂亮！哦，谢谢。娘子，5文钱。别家都是1文5个，你这儿5文1个，正好。打劫还送个饼。饼不贵，5岛贵。哎呀，难怪说你们藩市的人最会做生意了。藩市白掌柜人在何处啊？6文钱。你不该太贪的啊，阿月。饼免费，飞天6文，给钱还是指路？这是个赚钱的好法子，但是得适可而止，免得惹怒了别人，你又打不过，得不偿失。尝尝，尝尝5文钱1个的大饼。这可是货真价实的羚羊公锦，是100年前祖上传下来的。要不是家里急着用钱，我是万万舍不得拿出来卖。还请诸位给个公道价。多谢诸位，多谢诸位。100年，颜色能有这么鲜艳？这便是蜀锦啊，历久弥新。只不过，这些便是这方锦在诸位心里的价格了。还有没有人有别的想法呀？原来他看得出来啊！看得出什么？这件有问题。还有人要报价吗？我要出价。这位娘子觉得此锦1文不值。那你说说，你是觉得此锦是假的吗？白郎君，你可不要听信个别小人挑拨，这大家有目共睹，这锦绝对不是假的。这锦确实不是假的，但它也不是真的。小女子不才，做的也是丝锦生意，但是生平最看不惯有人弄虚作假，所以才斗胆站出来。若是单凭这锦，的确也能值一些银子。只是做生意若是没了诚信，那再好的东西也会变得1文不值。这锦不是假的，但也不至于100年。这上面的图案用的是连珠对马纹。是又怎么样？羚羊公样最喜欢用的就是连珠纹和对马纹。那也无法确定就是真的羚羊公样。100年之前的羚羊公样喜用的可不是连珠纹，而是团科环。单连珠内置对马纹，是很典型的波斯风格纹样。以团科花卉为环，内置动物纹样，才是经典的羚羊公样。什么团科环？敢在白郎君面前胡说，我看你是活腻歪了。
敢造次！这位娘子话还没有说完，你想要动手吗？白郎君，他这空口白牙的，分明就是污蔑呀！他说你没有证据啊，你怎么说？白郎君，请看，这里用的丝线颜色，乃是水色和青白之间，为一种新色，谢壳青，是15年前沈家染坊坊主沈阳所染制。试问，这怎么会出现在一幅祖传的蜀锦之上呢？这祖宗未免也太年轻了。你说谢壳青就是谢壳青啊？那我还说的，那就是水色呢。我说了自然不算，但是景官府可以验丝验色，白郎君可去景官府一验便知。我不卖了，我。郎君饶命！郎君饶命！我不干了，我再也不干了。白某千金买锦，还请蜀锦人家共鉴，够有诚意的吧？你还蒙我？送过来，送过来！白郎君，哎，白郎君饶命！哎，诸位，今日评锦到此结束，明日请早，都散了吧。在下白胜，不知道这位娘子怎么称呼啊？在下季莺莺。原来是季娘子。你认识我？白某来益州的第一天，就看见季娘子凤凰于飞了。季娘子有双慧眼啊，白某也是爱锦之人，家里还有些许，相信季娘子赏鉴一二。若是发现赝品，每副赝品3片金叶子如何呀？天都快黑了。我相信你们一定能瞒住我阿娘的，是吧？这边请。你可以随便看看。这幅对阳几何纹锦，是魏晋时流行的锦样，如今已不曾见了。这幅花瓣团颗禽鸟锦，纹样虽常见，但织工了得，配色自然，也是不多见的珍品啊。季娘子这一声叹息，是在说这幅锦是假的吗？白郎君府上俱是珍品上品，这金叶子我怕是赚不到喽。哼，季娘子今日仗义直言，让白某免于受骗，这片金叶子是你应得的。今日便是我不站出来，白郎君也不会上当受骗。你看出来那锦有问题了，不然你也不会再三确认还有没有人要出价。你只是需要一个人、一个契机，将此事挑明了而已。所以我就说嘛，季娘子有了一双慧眼啊。不知白郎君可愿用你的金叶子买丝啊？买丝怎么说？蜀锦珍贵，但好丝意难求。我能染出这益州城最好的丝。不瞒季娘子说，白某不懂织锦，更不懂染丝，这些对白某来说只是兴趣，而不是生意。只是兴趣。那，在季娘子眼中，白某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哎呀，我还以为白郎君这里有一笔大生意等着我呢。看来季娘子要失望了。既然是只买锦，
那又何须如此费时？我知道这城中谁家的井好，若是郎君有意，我可为郎君和井户牵线搭桥。季娘子这么做是希望从中赚到一些什么呀？人情。人情。实不相瞒，因为误会，城中的井户大多都不买我家的丝了。可我若与他们介绍白郎君这笔生意，那在重利之下，他们又怎好意思不用我的丝呢？那如果白某要做生意的话，为什么不直接跟他们做生意，要通过季娘子你呢？不是不可以，只是白郎君可知，在这益州城，各家特长所在，用料如何，几时买最便宜？你又可知什么样的纹样是当下时兴，什么样是陈年积压？当然啦，这些白郎君也可以找人去打听。只不过，与其找一个生人，为何不找一个走投无路、想要与白郎君合作共赢的人来信呢？白某自然是相信季娘子的，不过这一次白某构井已成，而且心满意足了。无妨，来日方长，希望日后有机会能与白郎君合作。好，告辞。不送。不做生意却把名声打得响亮，不是有病就是有鬼。主人，咱们需要一个打入益州锦业的契机，正好这季莺莺又来寻求合作，主人又对她有兴趣，为何不趁机答应了她？现如今我们对她来说只是之一，而不是唯一。等到她山穷水尽的时候再开价也不迟，不着急，先等等。余家这些年经营不善，这次供井的订单没有拿到，所以余叔想要把它卖掉。你为何告诉我这些？因为你曾经说过，知我者，赵尔郎君也。即便我不说，你也会知道，也会行动。那是你原来的家，满满的都是跟你阿耶的回忆。况且你由私入侵，买下它会少走很多弯路。这是我所有的积蓄，拿着，就当我先借你的。你是故意不把订单分给余家的？杨静兰可以为你铤而走险，我也可以。赵二郎君，有些事，过去便过去吧。若你还放不下过去，无需为我做什么。我只希望你能面对自己，为人为事，无愧于心。
你说，我师父既然已经知道这青城山上有问题，他为何不上我救援？除非他已经四面楚歌，孤立无援了。我本以为把这山上的动静闹大，将一切揭发，就能把凶手绳之以法。可谁曾想，这权势竟可如此只手遮天，颠倒黑白。这还是牛瑾忌惮我身后有人，才不敢轻举妄动。我师父当年那可是单枪匹马，面对的只会比我如今更惨重。因为他知道，如果他死了，第一个会来探查的人一定是我，所以给我留了线索。他故意泄露自己的行踪给那些侍卫，也是在告诉我，这山里有问题。你师父真是草蛇灰线，用心良苦。可他既然笃定了我会回来，就应该留下一个只有我才能找到的线索才对。小子，没有留下线索，那是因为前两任警官糊涂啊，临死了也不知道留下线索呀。纵此峡谷香，不灿世上英。这是我师父在告诉我，即便身死，尸骨也可留证。去帮我拿把铁锹。我提一句啊，这可是你师父的坟，随口说的一句话也能当真吗？我知道，但是我懂他，我相信他，他就算拼死也会给我留下线索。师父，徒儿不孝，不能靠自己将益州案查个水落石出，还求师父再指引徒儿一次。身手不错吧？没看看是谁的徒弟？老头儿，叫师傅。诸葛，你过来。我师父的每一块骨头都有伤，但唯独这一块，这上面的伤痕不同。看痕迹走势，定不是外人所伤。那这是他留给我最后的话。什么消息都传不出去，什么人都不敢再相信，他只能一刀为笔，以自己的尸骨做纸，给我留下线索。老头儿，话我收到了，我一定
定会把害你的人都揪出来，给你扫去磕头赔罪。金娘子，这里请。家主正在见客，请金娘子稍后。没关系，都是蜀锦人家，一起聊聊。听着声音像，没想到还真是晋娘子啊！白郎君为何在这儿？余家百年锦业有一些珍品，倒也合理。白某今日是来买余家锦房的。昨日白郎君才与我说，你不懂锦，也不做生意。昨日听晋娘子一番话，颇有感触，觉得试试也无妨。更何况有这么好的机会啊！白郎君出手还真是不凡，这偶有所感，便要吞下这益州城3大锦户之一的余家。白某倒是觉得，既然要做生意，自然是越大越好了。晋娘子来了吗？那就请到屋里坐吧。请。余掌柜，杨夫人。金娘子啊，上次购买丝线的余款呢，我已经让人给备好了，一会儿呢，你就可以直接到账房核对收取。还有晋娘子提出要与锦房合作，由飞花会帮忙挑丝配色，这个事情，就看新掌柜是否答应了。新掌柜已然定了？哦，还没有。不过你可以听一听，看看哪些条件能让你满意。不知二位出的什么价格？哦，比市价高出30%吧。余掌柜，杨家出的价格虽比不上白郎君的高，但我们杨家多年织锦，如果锦房放在我们杨家手上，那定是源远流长，绝不会辱没和亏待了你的工匠们。金娘子，你看我们2个谁更顺眼呢？白郎君许以高价，杨夫人重在情义，2位都是诚意十足。但依我看，2位的价码都不够打动人。余家100年，就这般改弦更张，难道不可惜吗？余掌柜操劳一生，将余家锦发扬光大，是再高的价码也无法买到的。商业沉浮，有辉煌就有没落。若我没有记错的话，这里曾是季家的旧宅。季家锦当年何等风光，可如今呢？不用我说了吧？余掌柜，今日我前来想跟您聊的也是这桩生意。飞花会愿意出一笔钱注股余家，从此飞花会出丝，余家织锦，既能解决眼下的困难，又能保住余家的招牌，岂不是两全其美？金娘子可知道你口中的两全其美得花多少钱呢？昨日你还说处境困难，怎么，今日又能拿出钱了？昨日我与白郎君说，是以为你我能合作，不想今日我们变成了竞争敌手。白某若是可以顺利地盘下余家锦房，定跟金娘子构思合作。余掌柜知我从不空口白话，钱的事情我会解决，但求余掌柜给个机会。这个事儿呢，再允许我考虑2天吧。
于掌柜，您若有顾虑，可以直言。听闻于掌柜想要卖锦房，还有比卖给锦王更为稳妥的选择吗？于掌柜不必急着答复，我今日来，主要是为了顺路送个人。阿公，希儿。 希儿，你怎么在车上呢？啊！我不过是在路上偶然遇到他。听闻于娘子心若稚子，不谙世故。于掌柜可要照顾好您的孙女儿，下一次可就没这么好运了。多谢赵二夫人送我希儿回来。 我在赵府恭候于掌柜。希儿，你没受什么伤害吧？阿公，我没事。那位戴面具的娘子想要伤的并不是我。 于掌柜，季娘子，没有我的陪伴，我希儿是向来不会单独出门的。我实话跟你说，我于叔可以没有锦房，但是，我绝不允许我希儿有半点受到伤害。 掺杂了权势，生意便不只是正经生意了。杨警官，愿你早日砍了这些魑魅魍魉。 诸葛，你过来看看，有什么印象？哎，你把它转一圈。这图案好像是都运官调令背后的花纹啊。你确定？说好了的，动手归你，动笔归我。来之前，我还特地看了蜀锦所有的消息与公文。 都运官，可是蜀地的都运官都是由节度使指派的，而且每年每次指派的都是不同的人选。那就都见去。你要去见节度使啊？嗯。牛瑾虽然与节度使在不同地方驻军，但你要是见了节度使，怕他也会知晓啊。杀人的不害怕，救人的就要躲起来，这世道不对。 我要让他改一改。此事要不要告诉季娘子？哎，不必了。缉拿凶手，天下大白，是我们该做的。他只是一个平凡百姓，就应该高高兴兴的做他的生意，平平安安的过他的日子。好。茵茵，要不咱们还是敲门吧。
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于掌柜，他说不见客，那就是不见客。他不见客是又不想卖景房了吗？你说一个人要卖掉自己的景房，他最想得到的是什么？他若是想要钱，那个白郎君能一掷千金；他若是想要于家的工匠和技艺有所依托，那杨家是不二人选。他若是想保住于家的产业，又想渡过难关，那就应该选我。可是他谁都没有选。难道是因为牛五娘胁迫了他？他不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。况且，若他真认了牛五娘的威胁，现在于家景房都姓赵了。如今他闭门不出，他应该是在犹豫。他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卖掉景房，也说明我们给的价码都不是他想要的。那他想要什么呀？这就是我来的原因啊！告诉你，在于家有一个人比于叔还了解于叔。你又输了。鸡能生蛋，蛋能生鸡。那你说这世上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呀？哎呀，白某不知啊。这么快就摸清了于掌柜的底，果然不能小瞧了你啊。猪有来世，又会变成人。哎，那你说这人是人还是猪呀？你说这脑子里面一天天在想些什么呢？他们都说我瓜，可我觉得你比我还瓜。哎，你，季娘子，于娘子，白郎君也在啊。季娘子，你怎么来了？白郎君为何而来，我便为何而来。怎么，这是下不过于娘子？哎呀，这如你所见呐，这属于满盘皆输啊！于娘子好厉害呀！你阿翁在家吗？哦，我阿翁过几日要出门，他收拾东西去了。出门？出门去哪儿啊？和大白狼一样，赢了我就告诉你。哇，你好厉害呀！我还差1步，你还差7步，你只要大于7，你就赢了。正好7步哎，你赢了。这局不算，我输了。刚刚这个不是5，是4。啊？那他为什么会自己变呢？我季英英做生意有自己的原则，人待我以诚，我还人以诚。只是一个游戏罢了。季娘子，你应该还记得你的来意吧？还玩一局吗？不用了，你要问什么问题，我都可以告诉你。人待我以诚，我还人以诚，你说的。好，那我问你，你阿翁不筹备卖景房出去干什么呀？你们都想买景房，可我阿翁他想要这个。